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整理家，就是整理自己，10个断舍离家居整理秘籍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戴尔·卡耐基说，人们很少会成功，除非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有趣。朋友蓉蓉以前从未接触过整理收纳，她也像很多人一样，喜欢买1赠1和第2份半价，桌下塞满各种东西。喜欢烘焙，就有各种烘焙器具。对于不同的酒，要有不同的杯子来使用。甚至吃椰子要有专门开椰子的器具，吃凤梨要有切凤梨的器具。但是买的大多数物品都没用过，凌乱地堆积在家里，有些东西要用时在哪儿都不知道，但是扔了又觉得可惜。蓉蓉原来居住在200平方米的房子里，后来因故搬到了80平方米的住所，与家人共5口人生活在一起。起初他感到环境的拥挤让他精神紧张，东西堆积如山，每个角落都塞满了物品。他开始质疑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，并在网上学习收纳技巧，但效果不持久。问题在于物品实在过多。早年在德国留学时，蓉蓉就注意到了德国人对收纳的讲究，他们对物品的分类和整理十分到位。他意识到收纳不仅是保持整洁，更是一种环保行为，需要在购买时就明确需求，避免无谓的囤积。在心理学课上，他接触到了断舍离的理念。搬家后空间的限制让她不得不开始实践。她和丈夫商量后，报名参加了收纳课程，丈夫对此表示支持。蓉蓉认为，物品如果被长期忽视，会积聚负能量，应该将不再需要的物品转给需要的人。她举例说，当朋友需要练毛笔字的用品时，她想起了家中闲置的工具，便将它们整理好送给了朋友。然而，家中的老人对断舍离有所抵触，他们习惯囤积物品，这给蓉蓉带来了挑战。经过与父亲的多次沟通和长时间的坚持，她逐渐明白，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影响家人，而不是强迫改变。最终，父亲开始主动整理东西，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融洽。收纳的过程让蓉蓉感到生活变得更加轻松，但她认为这需要持续的努力和提升。生活中充满了消费诱惑，很多物品只是被赋予了意义的数字，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去减负，回归生活本质。生活应该是令人愉悦的，周围的事物都应是自己所喜爱的。简化生活，以更少的物质拥有更丰富的内心，对很多人来说颇具吸引力。然而，起步时往往伴随着迷茫和不安，让人无从下手。其实，学习断舍离的过程不必痛苦，反而能带给你更多的愉悦感。1. 整理生活的好处。1. 改善视觉环境。整洁的环境对人的情绪有积极影响，它能让人心情愉快，因为恬静的房间能减少视觉资讯的过度刺激。当我们的大脑被迫处理过多的资讯时，它会在不知不觉中引发疲劳感，这种无意识的工作状态同样会导致疲惫。为了保持大脑的舒适状态，首要任务就是降低资讯输入，让大脑得以平静，这样更有利于身心的全面放松。一个井然有序的环境不仅能带来愉悦感，还能激发我们的积极性，这种积极性不仅限于整理的过程，也会延伸到日常生活中的其他行动，
这就是通过整理改变生活的真谛。2、节省时间与精力，过多的物品常常会带来管理上的负担，悄无声息地消耗你的时间与精力。若能有效管理物品的数量，保持一切井然有序，轻松取用存放，这不仅能解决东西常常无影无踪的困扰，也能防止它们对你的生活和家人的空间造成干扰。节省下来的时间不再用于寻找物品，而是能被用于更有价值的活动。3、物尽其用，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。在有些物品找不到时，我们明明确定地知道它一定就在家里的某个地方，却怎么也想不起存放的具体位置。这种情况往往让人无奈又不知所措。同样，我们有时会冲动购买心爱的商品，却忽略了自己早已拥有同款且未使用过的事实。再者，我们在整理物品时，常常会冲动购买并不实用的收纳产品，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整理效果，反而浪费了更多的资源和金钱。这些情况都是造成物品过度堆积的原因。当我们学会断舍离后，就能做到物尽其用。4、提升思考和资讯摄取能力。在能见度高、视野清晰的情况下，人的注意力就会增强。由于视线没有任何干扰，资讯就会一目了然地映入我们的眼睛，大脑就不必承受太多负担，做事效率会随之得到极大的提升。相反，凌乱的环境容易干扰人的判断力，令人感到焦躁不安，同时也会让人无法集中精力，思考和总结的能力也会随之下降。5、陶冶气质，提升品味。长期沉浸在井然有序、美丽宜人的环境中，我们的内心会变得愈发宁静。这种源自内心的平和状态会孕育出一种独特的优雅气质，它能极大地增强我们的幸福感，让你发掘更多的自我价值。只有当一个人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价值，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他人的价值。这种自我价值的认知会让我们对他人的感受和需求更加敏感，从而催生出更深的同情心和同理心，使我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更加尊重和理解他人。同时，当我们能够妥善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务，如整理环境、清洁居所等，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尊重，也是对自我生活的精心照料。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会逐渐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无形中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。而这种由内而外的改变，会在我们的言谈举止中自然流露，展现出更高雅的个人品味。2、断舍离的主角不是物品，而是自己。在日常的整理过程中，我们往往容易陷入这个物品太有价值了，舍不得扔，它看起来还有用，留着吧，可能未来会用得到这样的思考中，不知不觉中把物品放在了主导的位置，而忽略了我们自身的需求。断舍离并非仅仅是把物品收纳得井井有条那么简单，更深层次的是通过物品的整理来审视我们与物品之间的关系，从而不仅整理出更加整洁的空间，也整理出我们内心的杂念。这一过程中，我们更加了解自己，完善自己，实现自我价值的肯定。一个常见的例子是，每当有重要的场合需要出席，或是日常的出差、旅游，甚至是季节变换时，许多人都会感到自己的衣柜里缺少合适的衣物。尽管衣柜已经被各种衣物填满，这些衣物可能已经不再适合我们，但因为还没穿过，价格昂贵，扔了可惜，或是有纪念意义等种种原因，
我们依然将它们保留下来。这不仅占用了我们的空间，也消耗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管理维护的能量。断舍离的第一步是舍，以自己为主角，舍弃多余的杂物，不做物品的奴隶。新陈代谢是身体保持正常运作的基本过程。杂乱的房间就像停滞的新陈代谢，这些多余的物品实际上消耗了我们的精力，因此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甄别，果断地舍弃那些不需要、不适宜或不舒适的物品。判断的标准在于它是否与当下的自己相关。你真的需要它吗？使用它对你合适吗？它让你感觉舒服吗？这是关键，要关注的是物品与你之间的联系，而不再是物品本身。在整理时，始终要以自我为中心。衡量的标准是我要用吗？而不是它有用吗？比如，一次性筷子可能很有用，但如果它们在你的生活中并未被使用，那么就应该丢弃。同样，我们也要摆脱他人的影响，不必考虑别人是否会认为你这样做合适。重要的是它是否适合你和你的生活。记住，整理的过程是关于你自己的，而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。断舍离书中有个案例，由于住院手术，红树先生收到了同事送的千纸鹤作为祝福。出于纪念意义，康复后他将其挂在床前，每晚伴其入眠，直至它们布满灰尘并显得陈旧不堪。然而，这些变色的千纸鹤只会让他回忆起病重的时光，带来消极的暗示。此时，这些千纸鹤已不再适合留下，它们如同变质的食物，象征住停滞与腐朽。如果感到内疚，可以先向朋友表达感激后再处理它们。处理这类物品时，建议大声说对不起和谢谢，以帮助自己更快地释怀。舍的关键在于把握现在，而非过去或未来。就像电视中常见的烧信场景，通过处理物品来整理思绪，从而从过去的感情中解脱，专注于当下的生活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加深对舍的理解，直面内心的纠结，放下执着的念头，彻底筛选物品，坚决舍弃无用之物，让它们存在于最需要它们、最符合当前需求的环境中。断舍离的第二步是断。由于时间的推移，当我们勇于舍物品，它们将不断更新，保持流动与回圈。在舍的过程中，面对困惑与执着，我们学会谨慎抉择，因此在购买时会深思熟虑，避免带回不需要的东西。这就是断的含义。物品的价值在于使用，如果购买后闲置，渐渐遗忘，岂不是浪费了金钱、时间和精力在挑选和保存上？久而久之，这可能导致自我质疑，认为自己消费无度，眼光欠佳，甚至不善整理。那些平时不常整理的人，一旦经历了深刻的舍弃，往往更容易实现断的境界。就像水池中的阀门，舍是排出死水，断是引入活水，两者协同确保物品流动，保持生活的新鲜感。面对繁多的物品，不要试图一次性整理完毕，可以从一个房间、一个抽屉，甚至一个档案袋开始，设定短暂的时间，进行一次轻松的整理。首先丢掉确定不再需要的物品，接着对剩下的物品决定是赠送还是保留。保留的物品应按照7:5:1的比例放置在看不见、看得见和装饰性空间，这样物品的数量就会得到控制。购物时，认真思考是否需要、是否使用、何处安放。如不需、不使用、无处放，就不要购买。
严格的筛选不仅限制了物品数量，也使我们更加珍视过深思熟虑获得的物品，同时在比较中更好地了解自己，提升审美品味。记住，物品的价值在于使用，拒绝无用之物，珍惜所拥有的，让它们发挥最大的效能和意义。断舍离的第3步是离。我们不难发现断与舍在行为层面上的相互促进作用。通过持续的断与舍的回圈，我们能够达到一种理想状态，物品的摆放达到最合理的位置，展现出一种优雅的美感。同时，我们也能摆脱对物质的过度执着，收获一个与自己相契合的舒适空间。这种空间不仅带来身体上的舒适，更让心灵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。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离。然而，断舍离的意义远不止于此，它不仅仅是一种追求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，更是一种探索发现自我的深刻人生哲学。杨子，30多岁的单身女性，精通整理之道。她舍弃了许多不再需要的物品，包括许多社科类书籍。然而，一箱装满言情小说的书籍却始终难以割舍。这些小说大多描述着无果而终的恋情。杨子意识到这一点后，她突然明白，这些书籍正是她过去恋爱经历的缩影，也是她当前困境的投影。于是，她果断地舍弃了这箱书籍，与过去的痛苦告别，迈向了崭新的生活。物品就像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真实的自我。在知乎上有人提问，坚持断舍离后，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？在众多回答中，有一个回答尤为引人注目。他说，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总是渴望拥有一切，却又害怕失去。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让我倍感焦虑。在这个物质欲望泛滥、资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因拥有过多的选择、过多的执念和占有欲而迷失了自我。这不仅导致我们的生活变得混乱不堪，也让我们的心灵空间变得拥挤不堪。为了过上更加清爽自在的生活，学会断舍离，给生活做减法，已经成为一种必备的能力。10个创意整理技巧。当生活中的杂物开始堆积，整理工作似乎变得遥不可及。尤其在我们忙碌的日程中，找时间整理家中的每个角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然而，整理并不仅仅是把东西放到它们应该在的地方，更是一种创造有序空间、提升生活品质的艺术。如果您正在寻找灵感，需要一些创新的策略来指导您的整理工作，以下这几个有趣的整理技巧可能会对您有所帮助，让您的整理之旅变得轻松愉快。1. 每次5分钟。如果你对整理感到陌生或者觉得无从下手，只需每天坚持5分钟，你就会逐渐发现它带给你的动力和改变。这短短的5分钟，就像是在日常生活中插入了一个小小的间歇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越来越习惯这种有序的生活方式，而且会开始期待每天的这个特别时刻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即使是最琐碎的事物，只要持续不断地投入小块的时间，都能被有效地处理和解决。2. 每天送一件。这样的计算意味着，每年您将从居住环境中精心挑选并移除365件不再被使用的物品。如果您选择每天精简的物品增加到2个，那么在1年的周期里，您就能成功地清理出730件不再需要的物件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您发现这个习惯变得越来越轻松，
不妨进一步挑战自己，逐渐加大这个数量。这样不仅能让您的居住空间保持整洁，还能让这些物品找到新的归宿。何乐而不为呢？3. 装满整个垃圾袋。拿起一个垃圾袋，尽可能地搜集你家中可以捐赠的物品，无论是衣物、书籍还是家具，让它们在需要的人手中继续发挥价值，而不是被随意丢弃，成为环境的负担。要知道，旧书籍可以带给热爱阅读的人无尽的想象空间，不再需要的衣物可以为贫困家庭提供温暖，甚至破损的家具也可能在巧手的修复者手中焕然一新。此外，许多社区都有专门的捐赠中心。另外，你还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找到需要这些物品的人。4. 捐赠你从未穿过的衣服。要区分并整理你的衣物，你可以采用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。首先，将你所有的衣服都挂在衣柜里，但是每个衣架都要按照的反方向来挂。接下来，当你每天穿着某件衣服时，就在当天把它从反方向的衣架上取下，然后按照正常的方式重新挂回去，即衣架恢复到正的方向。这样，衣架的方向就会反映出这件衣服最近是否被你穿过了。持续这个习惯几个月，你会发现有些衣服始终保持这反方向的状态。也就是说，你从未在那段时间里穿过的。这些就是你可能不再需要，或者已经遗忘的衣物。你可以考虑将它们整理出来，或者捐赠、丢弃，以此来清理你的衣柜，同时也能更好地了解你的实际穿着习惯，实现衣物的合理利用。5. 创建一个整理清单。当你面对一项复杂的任务，或者不知道如何着手处理一个新的专案时，有一个清单能为您提供巨大的帮助。这个清单会详细列出所有需要完成的步骤，从最初的规划到中间的执行，再到最后的收尾工作，每一步都清晰明了。这样，您就可以按照清单的指引，一步一步地进行，而不会感到迷茫或遗漏重要的环节。通过这种方式整理，整个过程会变得有条不紊，也更容易管理，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。6. 接受12:12:12挑战。在你的整理大行动中，你可以尝试寻找12件你不再需要，但仍然具有价值的物品。这些物品可以是旧书籍、不再穿的衣服、过时的电子设备等，将它们列入要扔掉的物品列表。接着，找出12件状况良好，仍可以继续使用的物品，如衣物、玩具、家居装饰等。这些物品可以列入要捐赠的物品列表。你可以将它们送给需要的人，或者送到附近的慈善机构，让这些物品得到再利用，同时也传递了爱心。最后，找出12件，可能是朋友或家人会喜欢或者需要的，比如一本好书、一件纪念品或者一个精致的小摆件。将这些物品列入要送给别人的物品列表。7. 以首次访问者的身份查看您的家。我们常常习惯于自己家的环境，以至于很容易忽略到访者初次看到的景象。其实，我们的家在他人眼中，就像我们去朋友家做客时的新鲜感一样。因此，试着站在一个新访客的角度，去审视你的家，你会更加注意到那些平时被忽视的杂乱之处。首先，尝试对房屋的整洁度做一个客观的评价，记录下你对每个房间的第一印象，这就是一个启发你开始整理的起点。8. 拍摄一个社区域的前后照片。为了更直观地看到改变的过程，你可以选择一个特定的社区域，比如厨房的柜台、
用手机拍下这个区域的现状，然后迅速地将柜台上的物品整理好，再拍一张照片，对比这2张照片，你会看到明显的差异。这种成就感会激发你继续整理的动力，让你的家一点一滴地变得更有秩序。9. 向朋友寻求帮助，邀请你的朋友或家人来家里，会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，他们可能会注意到一些你已经习惯的大件物品，建议你丢弃或捐赠，这样不仅可以清理空间，还能让物品找到更有价值的归宿。10. 采用4盒法，准备4个贴有标签的盒子，垃圾、赠送、保留和重新定位。进入任何一个房间，根据物品的去向，将其放入相应的盒子里。这个过程需要耐心，因为你要对每一件物品都做出决定，无论它多么不起眼。这个方法会让你更深入地了解你所拥有的物品，同时明确每件物品的去处，这可能需要几天、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，但最终你会对家里的物品有一个清晰的掌控，让整个居住环境更加整洁有序。无论您选择开始哪种整理技巧，无论是这10个技巧中的一个，还是无数其他技巧中的一个，建立一个目标都是迈出的第一步。要知道，在那杂乱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美丽的自由世界和清新的气息。愿你学会断舍离，成就最好的自己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